智慧探險組，歡迎收睇《氹氹轉北海道之旅》第4集。喺呢集，我哋由網走揸90公里嘅車去欣賞世界自然文化遺產知床半島八景。喺2005年，知床半島被登錄為世界遺產之一。呢一帶嘅海洋、森林同埋河川生態環境都保存得好好。所謂嘅知床八景，就係呢一帶8個最出名嘅自然生態景點啦。呢度隸屬知床國立公園嘅管轄範圍。泊好車之後，第一站我哋就會喺知床五湖周邊嘅森林散下步啦。呢個森林係有入場費嘅，每人要250 yen。喺自動售賣機買完飛之後，就要到 counter 登記入園，辦一張入園證明啦。因為喺呢度嘅森林經常有黑熊出沒，所以喺臨行之前，我哋為保自身安全，都需要乖乖地聽下注意事項。入去嘅時候要好謹慎留意四周嘅環境，袋入邊唔可以帶食物，以免引嚟黑熊嘅注意。森林散步路徑全長3公里，當中有800米嘅範圍係俾鐵絲網圍住嘅木棧道。我哋首先就抱住戰戰兢兢嘅心情出發，行下呢啲湖邊嘅小徑啦。首先就見到知床五湖中嘅第2湖，湖水呈現藍色，風景都好寧靜嘅。之後一路就經過一啲旁邊有沼澤嘅路徑。今日秋高氣爽，喺度散步其實好舒服，空氣都好清新。只可惜因為冧樹嘅關係，一部分嘅路徑被封咗，所以今日我哋只可以行少少，睇少少啦。我哋好彩冇見到黑熊，不過就俾我哋見到北海道獨有嘅哈兒松鼠啦，好大隻，而且個樣好醒目，好得意嘅。不經不覺就嚟到知床五湖嘅1湖，呢度比第2湖更加大，而且景色好廣闊，好適合停喺度打個卡、影張相同朋友分享下。由於呢度就係熊出沒注意嘅發源地，臨走之前不妨喺佢哋嘅 gift shop 買翻啲熊仔相關嘅產品，帶翻去送俾朋友。到咗午餐時間，我哋就喺附近嘅遊客中心食午餐。今日我就勇敢啲，試下呢度特製嘅鹿肉咖喱。原來鹿肉嘅口感同牛肉差唔多，有興趣嘅朋友不妨可以試下。食完飯之後，我哋就去咗附近嘅 Oronko 岩。Oronko 原來就係來自呢度嘅阿伊努語言，遠處嗰嚿石嘅意思。石嘅旁邊有梯級可以行到上山頂，你喺上邊可以睇到廣闊嘅海洋景色。臨返去網走之前，我哋就順便喺附近嘅補給商店買埋今晚嘅宵夜，當地種植嘅超甜白色粟米雪之妖精。稍後我會講下食後感。喺網走市呢度就冇太多旅遊嘅景點，我哋今晚就揀咗當地嘅一間回轉壽司 Kanigen， 食個簡簡單單嘅晚飯都 OK 喎。最後講返嗰個粟米真係非常之清甜啊！之後返到屋企再買唔返咁好食嘅粟米啦。到咗第2日，買完需要嘅物資之後，就出發入深山啦。今日嘅第一站就係阿寒國立公園嘅美幌陀嘅。美幌陀嘅係指美幌町同弟子屈町交界，海拔490米嘅山坡最高處，位於國道243號嘅屈赤路湖嘅西邊。
喺展望台，你可以眺望屈斜路湖同埋阿寒群山嘅美景。呢度嘅靚景曾經被米芝蓮指南譽為2星級嘅美景。屈斜路湖另外一個出名嘅原因就係佢係世界第2大嘅火山口湖。喺高處睇完佢之後，我哋就順勢揸車落湖邊喺度散下步啦。指示牌會介紹呢個火山口湖係點樣形成嘅，湖邊仲會有一啲天然地產生嘅溫泉，都幾特別㗎。嚟到旁邊嘅摩洲湖，你就可以享受天然嘅熱沙浴。上到嚟山上嘅第一觀景台，你仲可以睇到另外一個好靚嘅湖景。今日天氣唔係咁大風，湖面顯得好平靜，而且湖水係好靚嘅鈷藍色，呢個靚景簡直係歎為觀止。係喎，唔記得同大家講，喺手信鋪你會見到呢度獨有嘅手信馬利摩綠球棗。今晚我哋就住喺阿寒湖畔嘅鶴雅溫泉酒店啦。酒店大堂擺滿咗好多非常有傳統原住民特色嘅藝術品，而我哋今晚住個房仲可以足不出戶就欣賞到阿寒湖嘅美景添。酒店外面就係原住民嘅阿伊努文化街，呢度有好多特色嘅手工藝品店同埋文化博物館，嚟到呢度嘅朋友都可以抽時間去睇下㗎。再講返呢間酒店先，不容錯過佢嘅露天溫泉。呢度嘅溫泉可以直望阿寒湖嘅全景。今晚嘅晚餐就係酒店套票附設嘅自助餐，嘢食都算好多選擇，而且環境都坐得幾舒服，食得好開心。今集就講住咁多先啦，下一站將會介紹十勝嘅節目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！如果鍾意呢段片嘅話，記住 CLS 三部曲，俾個 comment 同埋 like， 順便 share 段片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， 仲有可以撳埋鐘仔搶先看。下一集見，拜拜。